小米手环8发布也有几天了，我个人也是用了1个礼拜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之前发布的详细功能的演示。大家最感兴趣的点都是是否可以安装小程序在手环8上面。当然，这也是我自己好奇的，因为这代它不是华米代工的，自然也就没有了 ZipOS。之前那些丰富的小程序的生态直接就无了啊。但官方的这几个表盘小程序又勾起了大家的好奇，到底行不行呢？我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。此前给手环7做小程序的大佬们已经在连夜攻克破解了，并且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至少表盘小程序它是有希望的。据开发水滴的大佬透露，8代是支持 GS 的，而且现在7 Pro 也在搞，所以大家懂的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大佬们出结果，到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视频。然后大家看，米团这边已经有了表盘自定义工具，然后已经支持了小米手环8，而且已经有了一个这个小米手环8的小程序表盘计算器。好，咱们来安装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开始试一下怎么安装啊。首先就目前来说，这个安装的成功率稍微有点低。我试了10几遍，然后尝试了大佬说的所有的办法都没有成功啊，所以是有希望的，但现在目前阶段还是比较难安装上去。现阶段用的是这个替换法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或许是我用的是最新的13.292啊，反正就是安装不上去。如果有安装上去的，可以跟我说一下要怎么搞。那么在此之前，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8代和7代的一些差别。我是云飞，我马上开始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次手环8升级的芯片帧率来到60帧，但过渡动画也砍掉了一部分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，把它们俩放在一起操作，来看看对比之下的一个差距吧。好，我在这里先录制一些大家日常可能会操作的这种滑动啊，然后来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它们之间它一个细微的这个差距吧，主要是就是一个帧率。一个30帧，一个60帧嘛。然后手环7它是有动画，手环8的话，它在进入应用的时候是没有动画的。大家仔细的可以对比一下。感觉它们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，差距肯定是有的，但就是一个流畅程度的一个差距。怎么样呢？对比起来，手环7的操作无疑是比较卡顿的，但有动画，相对来说体验也还可以。前提是你没有玩过手环8，不然真的有种回不去的感觉。然后运动手环最重要的就是2大块的一个功能，运动记录的功能和睡眠检测的功能，这2大块是所有人都会用到的。我在这几天也是同时在手上佩戴了7代、8代和佳明本能，这是我的极限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睡眠的一个对比。以4月21号的睡眠为例，手环7显示睡了6个小时36分，手环8是6个小时43分，时间都差不多，但是深睡浅睡这个算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，这个时间差的比较大。那佳明呢？我把它的数据拿进来，奇怪的是它居然只有6个小时7分，深睡是1个小时9分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注意看，在佳明的睡眠分布里面，我中间有2次清醒，这是正确的，我中间确实醒了2次。但不管是手环7还是手环8，都没有把这个时间准确的检测出来，它都不知道我中间醒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发布会的那天，我是熬夜到了很晚，视频发布了才睡的，总长度差不多，但依然深睡手环8会比手环7多很多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佳明，睡眠时间又短了，而且又是中间有清醒的时间，但又确实是
我被小狗给吵醒了，所以我们姑且把这3个设备都列为不靠谱吧。但佳明明显会比他们2个稍微准那么一点，所以手环7和手环8在睡眠检测方面可以说半斤八两吧，但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算法不同，不然手环8为啥每次深睡都不同呢？在运动方面，我今年是一直早上运动跑步的，这2天刚视频太累了就走了一下，还是看图表总结可以看出来，虽然这2个都是没有 GPS， 但误差还是有个近200米，还是比较离谱的。我挑了一个大家的数据都比较接近的，经过几天测试下来，整体上来说，佳明的距离会比其他2个多，但误差是肯定有的，且个人感觉是和当时的手机 GPS 有关，而且因为这个规律真的是搞不懂，我是一个连10 Pro， 一个连 K50 Ultra。所以，如果你在乎的是睡眠和运动，那么它们俩几乎没啥太大的差别，都是处于仅供参考的一个阶段。而60帧和自动亮度，如果你确确实实买手环只是用于看时间、简单的看睡眠之类的，那手环8无疑是很好的选择。但如果你还是喜欢7的可玩性，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再等等，看看手环8到底会有多少可能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手环8是没有蓝牙广播的，所以大概率是需要换新的工具。续航，我在这几天使用下来，我是在17号充满电的，所有功能都是开启的，什么自动检测啊都开了，然后息屏显示，每天早上会跑大概40到50分钟，到21号还有37%的电。按这个速度的话，全开是可以1周7天至少。截止到23号，4月23号，这个手环8没电了，用到今天早上刚好没电了。然后刚好是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刚好是7天啊，刚好是7天。这个充电速度也是挺快的，现在是9.26%，现在是10.17%，差不多40分钟了，然后它已经到了97%，所以的话，咱们应该算40分钟的一个充电速度吧。如果从0到100，22完全充满。这个续航时间你还满意吗？手环8开启解锁手机的体验还可以，不过依然是没有解锁电脑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小遗憾的。手机闹钟响的时候，手环也是可以直接关闭。目前这个联动做的还是可以的，它可以同步手机的闹钟。No， 关闭。在和小米手机连接的时候，蓝牙界面有手环的标识，系统的电量小组件也可以显示手环的电量。整体体验下来，我个人觉得这次8代是有提升有降低。对于所有的用户来说，60帧和自动亮度都是非常提升使用流畅度和舒适度的。但对于部分学生或者说喜欢玩的观众来说，如果你目前有手环7，可以先等等，看看后续能不能出一些可玩性比较高的表盘小程序。就目前这个首发的状态来说，可玩性方面肯定是比不上手环71年发展出来的生态。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什么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回复。我也在持续的体验中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视频。这个价格，这个体验也只有小米手环了吧？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。我是云飞，点赞、投币3连，就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。要知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